大家看，为什么我喜欢？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什么频道？是的，身后就是地铁站啊、大家看到就知道，今天是我的地铁捷运站美食。那今天来到的是 Jelas 的达曼米哈加。那米哈加站呢，这边往前面走1分钟就到了这一个米哈加的这一个主屋。那么里面呢有一些美食，那其中也是我的朋友有推荐啊，他说里面有一个 food court 这样子的，有一个矮仔面，然后外面有一档手工包。接下来我在 Google 上面看到的有一档三太堡，那它是所谓的中国汉堡啊，那一个是我很喜欢吃的其中一样食物，所以呢今天我也是来这边试一试。好了，那话不多说，前面就是1分钟就到了 ，Let's go， 带大家去看一看。所以地铁站这边出来，就往那个方向直走。路旁立刻就有一档煎豆螺酱。来，我们过去对面路，看，立刻就到了啦。达曼米哈加发沙湾第1期美和家花园，往里面走，我们就去找那一个包档以及那一个中国汉堡。入口处第1间就有妈妈。Restaurant 米哈加 ，OK， 我们往那边去，因为我看到这边有一个招牌，大家看，大字蒸鱼头，感觉上很新的这一间店，有机会来试一试 ，OK。那从我在谷歌那边看，那个罗里就在那一边，就是这一档啦，大包、叉烧包、生肉包、菜包、花生包、莲蓉咖呀、豆沙、馒头，我最爱吃的。始终还是叉烧包啦。哎，老板，叉烧包1个，然后大包1个，豆沙包1个。叉烧1个，豆沙1个，大包1个啊。因为我大2LD经过，我朋友叫我来讲你的包好吃。OK， 好，谢谢你老板，谢谢，好生意啊。OK，Thank you。好，打包了，等一下再找个地方吃。然后接下来呢，要去找三太堡啊，在 Google 上面也看到，很像很好吃，很开胃，而且rating 4.9啊。大家看，我呢要是去巴沙马兰要是看有档口是卖类似这样子的，我一定会买，因为我很喜欢吃原味胡椒叉烧酱鸡丝。你招牌是什么？推荐什么，老板？这撒料的很香啊，撒料的啦。OK， 好。它味道比较重。OK， 因为这样我一定要试一个了，我试香辣。OK， 所以我就试一个香辣撒料，然后我要这个 cheese 芝士酱。做了多久啊，老板？这边5月1号啊？5月1号开始。5月号开始。才开吗？才开。是啊。OK， 这样我很幸运呢，因为我是 plan 现在这个时候，其实我早就在上个月就想要来这一带，这边想要找吃，然后就看到你的这个，是那个美食直播是算是小小的 YouTuber 这样子，对，就跟我的观众分享美食这样。我叫我老板来过来拿。现在我也正烦着要怎样去推广，因为这个地方啊，就比较是这边的住客。对。这边的话就要想个办法。是。你们有分享出去的话，可能会比较多人。是啦，都是应该啦，因为对我们来讲，它美食到处都有，所以有很多很好的美食，人家不知道，很浪费。对，所以我才会想到讲说排一排，就是地铁站啊、MRT 这样附近的美食。我觉得这个它的味道，我有一种感觉是，他吃了过后他一定会再回来买的。我觉得它的味道可以做的。OK， 看到吗？老板写包单吃了一定会回来啊。所以大家看，我在网上谷歌看到的时候，我没有想到原来他们才开5月1号，也是讲说老板的经营了20多天。当然老板对自己的那个手艺味道很有信心，所以 anyway， 等一下我也试一下。好，确实啦，我也跟老板讲说，我也不是一个什么很有名的 YouTuber。那希望这个影片出来的话，如果大家真的是有经过LRT 米哈加站，下米哈加站，真的是前面走过来1分钟，就到了，就是那个手工包的那个对面。
好，有机会大家多多来支持老板一下。好，买了这个3太包跟手工包过后，我们就来这边找个地方坐着吃。因为现在是午餐时间，这2个我是打算也可以带回去给家人试一下。现在我肚子饿了，我想吃客家面呢。靓妈板面，哎，老板娘啊，那个客家面一个。客家面打包吃。啊，吃。啊，吃，对对，有辣椒板面、麻辣板面、冬阴功板面，哦，还有药材板面。这边做了多久啊，老板娘10年。哦，10年了，啊。因为这边我有拍啊，那种地铁站啊，附近啊有什么好东西吃啊，啊，对，这边地铁站米哈家1分钟就走过来就到了，对，所以我也过来这边吃一下午餐。然后这边有咖喱鸡种粉，哦 ，Big Mang Nasi Lemak， 不知道是因为我来迟了，所以关了呢，还是今天没有开？排骨饭、咕嚕肉饭、鸡扒饭。有炸饭，有炒粿条，然后有西餐，哦，鱼头米，还有鸡肉粉，哦，也有药材鸡肉粉。大家有经过这一带，有来这一带的，都可以来试试看。这一个矮仔面夹原本也是我想试的，也是在我的 list 里面，但是大家看，今天是星期4，好，开餐，先试一下客家面。哦，上面有炸葱、肉碎，啊，不好意思啊，虽然说是干的，但是我的习惯都是喜欢淋一点，就是不要太过干。再加上因为刚才我有拍一下，所以怎样都会比刚刚老板娘刚刚端上来的时候干了一点啦。对，因为有那个炸葱，所以有那个很香的那个葱香味。试一口，面哦很弹牙，嚼劲非常好啊。是我喜欢的，哦，当然这些是因人而异啦。有些人可能会比较喜欢再软一点，但是我吃面，我一向来都是喜欢 Q 弹的面。它的那个炸葱的葱香味很香，这个我很喜欢。它的肉碎啊，也是很紧实的，它肉碎很紧实，所以配到它这样 Q 弹的面哦，整个口感就很好。重点，它不会太咸。哎，老实说，有时候吃沙拉面啊，或者是客家面啊，有些肉碎哦，他们会弄到偏咸了一点。所以刚开始吃还好，然后吃到完的时候会觉得太过咸的嘞。这一个咸度很好。然后大家看哦，8块钱小的，大家看它的料，有腐竹，有鱼丸，还有肉丸2粒，还有菜，腐竹2片呢，大片的。来。一样腐竹是它的汤汁，那么点它的辣椒啊，哇哦，三文啊，当然是我自己拿来的，因为我用腐竹这样子下去点，它辣椒，哇，爽啊，够香。说到
不会到非常辣。哎，我不敢讲，我不懂后劲会怎样，好像有后劲哦，那个辣。OK， 总之我觉得这种辣椒呢，对于爱吃辣的人就会很喜欢，吃不得辣的人哦，不要像我刚才这样子啊，一点一点试就好啊。它是很爽的，很过瘾的，哦，我喜欢。还是那一句啦，真的有时候就是吃太多咖啡了，所以有时就很想可以发觉到这一种也算是隐藏的，对吗？就是他们不算是在那种很热闹的一个地区，就是在主屋，大家居民哦，早餐、午餐可以在这边，不用出去太远，这边就有很多感觉到都是很有家乡味的东西，所以在这样子 hang out 吃东西很舒服。重点哦，现在是1点嘛，外面是大太阳晒，可是它的这一边哦，完全没有闷热的感觉。我相信主要是因为风扇够多，而且通风，它整个是通风，很赞，这个地方很赞。当然了，好像大家刚才看我拍，有蛮多档没有开的，我觉得是可惜，应该是我 miss 掉了。我相信他们可能是做早上，然后可能午餐我不知道，可能12点刚好收档了我才来，又或者是可能等一下晚餐时间又再开过啊，我不是很熟。要是熟悉这里的人啊，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一下。是这样子的，档口已经没有在做了的档口，我们看得出来的。可是我刚才拍的这些档口，是不是很明显他们是挨的是休息了，还是刚好今天休息？好像刚才那个矮仔面这样子，所以它不像很多我们这些food court啊，是档口看到很多，但是很多是已经结束营业了的。这一个很明显不是，都是有在营业的。好，来，先试试它的大包。我不要霸完了啊，先这样子试一口，好慢一点啊。它的皮跟肉馅哦，大家可以看，我是觉得，因为我经常吃包，有时候真的是怕吃到皮太过厚，然后咬旁边是完全吃不到肉的。那么的这个的肉馅 ，OK， 很实在，然后味道，无论是咬它的面粉，还是咬到它的肉，它里面的菜，口感很好，味道也好。还是那一句，不会太咸。来，我最爱的叉烧包。大家看到什么吗？果然，肉馅很足哎。哦，哎，真的啊！我相信大家应该跟我一样有吃过哦，扒出来哦，那个皮厚厚，那肉馅很少的，这个看就很有诗意了。这我很喜欢，它里面的叉烧的那种叉烧包独特的香味，还有德家的叉烧真的，我不敢讲它是最好吃的啦，我们没有这样讲啦，但是它确实有比很多一般我们外面吃的茶室啊吃到的叉烧，它有香。这个就我讲的咯。Q 弹要 Q 弹，紧实要紧实，它的这个该有的绵密它有，然后咬它的叉烧的时候，它的那个肉的紧实也有，好吃。这个叉烧包我喜欢。豆沙，大家有听我讲过吗？我是在咖啡店长大的，以前小时候。我们兄弟姐妹都有帮我爸爸做包，我是最好命的啦，我是最小，到我的时候已经是比较后期了，我父母已经差不多要退休了，然后我们家10兄弟姐妹嘛，5个比较运气不好的，
是早上凌晨2点3点要起来做包的，然后做好过后，然后回去睡觉，6点再起来去上学。然后另外的5个呢是比较好命的，只是帮其他的东西不用做包的啊。那我是其中一个啦。但是豆沙我是有帮忙炒，那个我是说那个内馅啊，豆沙的内馅制作过程我是有帮忙做过的。来。只能说啊，不一样啦，不一样啊，因为制作的方式不同，然后或许可能马六甲跟吉隆坡的也有不同，或者是甚至是海南人的做包跟不懂广东人、福建人也有不同吗？那但是我要讲的是，好像现在的豆沙包对我来讲，我们小时候我父亲做的豆沙包是更加偏黑一点的，哦，当然有它的秘方啦，但我觉得他做的它是滑的，很滑，也是好吃。哦，就是味道的水准都有在那边，不会说你吃了过，哎，好像那个味道好像有一点我们叫做不是很讲啊，有一点怪怪。我不懂大家有没有吃过这样子的包，也就是一口咬下去哦，有时你会在想说，不知道是放冰橱放太久了，或者是弄出来弄热的时候所以那个味道怪怪的。甚至大家有吃过烧焦的面包吗？哎，烧焦的包吗？真的我吃过岂有此理！那个店真的是哦，他们烘啊，就是或许可能是那个水已经蒸发完了，那个蒸笼的水蒸发完了哦，茶色嘛，没有注意嘛，然后已经黄了，那个皮真的是黄了的，他们也端出来，也这样子给我们吃，我觉得就有一点不专业啦。好 ，OK 好，可以。So overall 来讲，这个手工包当然大家推荐，主要是因为它也是在这一区。那么提到这一个米哈加的站，大家都会提到这一个手工包的，所以一样有机会大家经过这个站也可以下来试一试，是好吃的，好吃。OK， 我为什么会笑？等一下我再跟大家讲。来，先是这个，老板对自己很有信心。这个包，我们称作中国的汉堡，对吧？对不对？如果没有错的话，大家称作中国汉堡。就好像我刚才讲的，要是在巴沙马那我遇到有人卖，我一定会买。但是这个比我印象中巴沙马那吃的绝对还要大，厚我不敢讲，但是绝对比我一直以来在巴沙马吃的还要大。然后5块钱买2个啦，我觉得来至少要买2个啦，4块半，2个9块，4块半，不过分，价钱合理，甚至我可以讲算是便宜哦。大家看。为什么我喜欢？有上面是脆脆的蛋肉，它的这个香辣是真的又香又辣，很辣是不会，但是吃下去它的这个就不是喉咙的这边的 feel 到的辣，是你的舌尖。一直都有那种后劲的辣，番薯里面，这边咬是吗？它真的，当然我相信热吃肯定更香，大家一定要买了过立刻热吃，不要像我这样啦，拍了过比较有点可惜了。但是大家看，它的肉，它的馅料也是很足哦，它的肉是偏松软的，松软。然后有一点绵密的，它不是紧实的，对吗？绵密松软的，它的肉带回去慢慢才吃。大家不能有注意到吗？刚才我有笑一下为什么我笑呢？讲了是中国汉堡嘛，我就是皮痒，我刚才就是特地要 order cheese 的，因为我在想中西合璧。中国汉堡他们这么会想到做 cheese 的风味呢？可能要迎合新时代年轻人的口味。Anyway， 试一下。OK 啦，我只能够这样讲，因为它的里面是一样的嘛，
老板呢讲它的里面就是蛋跟它的这个肉，然后就是我们的选择就是看你要它是配什么样的香料啊，我用香料啦啊，或者是什么样的酱汁，然后所以这个它是 cheese 的。那么这个 cheese 我必须说，就是淋上去的这样子的 cheese， 看个人喜好，喜欢的可以试一试。如果完全不是很喜欢 cheese 的，当然了，来吃这样子的中国汉堡哦，不可能 order 这个先的啦。我指的先是你们第一次来吃，不然就 order 它其他的口味，好，所以这个就只是尝试一下。当然 again overall， 我们吃这个最重要是它的这个口感，绝对好吃。大家自行发挥啦。如果你是因为它的口感、它的这个内馅的香味而喜欢的话，我看买锅送的买回去，你家里你要自己发挥创意，自己给你的酱，我觉得也可以啊，对不对 ？OK， 好了，那就先停一停。其实我的面上没有吃完的，我觉得我吃完我的面就再总结一下。OK， 快总结一下。这一站是我之前在那个做卜中那边的时候，我就想说，因为我是住在卜中，所以我的地铁捷运站美食系列当然是从卜中开始。然后当然我也有跟观众朋友讲，我知道就是我不能够就一直自拍卜中啊，然后 after that 我有往苏邦那边去，但是我觉得总也要开始往外面这边去。所谓的外面就是要往 KL 这个方向啦。这个米哈家是我一个朋友，他也是有在帮我做一些功课啦，因为他知道我也是每次会去烦，就是要拍哪里些先，或者是他也知道我不想就是一直是拍网红咖啡这样子，就是会希望给大家看到一点，就是这种比较地道的，比较我们叫做也是算是隐藏式的，就不是很热门的地方。也可能有一些美食可以推荐给大家。这个米哈家可以讲是我拍目前为止最靠近的了，1分钟就到了，走进来是它的手工包。After that， 那一个中国汉堡，我也没有想到原来是他才开的，只是我在找米哈家站附近的美食的时候，看到 Google Map 在附近，看到它的 rating 4.9就决定想要来试一试。没有想到，原来他才开不久。那我觉得也很开心啊，就是不管这个 video 有多少人看，但是能够帮老板稍微做一下宣传也是好事。尤其是刚才这样子吃了，我是觉得真的是难怪老板很有信心。他也说就是吃过了会很想倒回来。我是觉得，如果是大家通勤安邦 line 这一条米哈家是安邦 line LRT。如果大家要回家的时候经过，不是这边可以下来一下啦。老板开到晚上，经过的时候停一下米哈家站下来，买一下包，买一下他的这个汉堡，中国汉堡，然后再倒回去继续。我看最多也不是拖你一个10分钟的时间罢了。所以有经过的可以多多支持老板一下，毕竟还是那一句，做生意不容易，都需要口碑。我讲好吃，大家未必会喜欢。未必会合大家的口味，大家自己来试如果吃到喜欢的话，希望也可以帮到老板然后这边走进来的这一个也算是一个 food court。我这边呢，我在网上看到我的朋友有叫我来试的是这一个矮仔面夹，那很不好彩，今天没有开，所以刚才也就是无意间缘分了就吃到老板娘的这个客家面，很好吃，我很喜欢。客家面严格讲起来，踩雷的机会不会很大，但是可以吃到这样 Q 弹、味道这样好的也不容易。我印象中不是每一个客家面都有撒这个炸葱的，对吗？我不知道。老板娘的这个炸葱令到它整盘面很香，所以推荐它的辣椒。那这一次的分享就到这里。还有很多站要去，我就发现到其实不对啦。我希望大家帮我一下就是我虽然是我可以上网做功课，
然后我也尽量要避开，不要只是拍那一种网红打卡店，所以我觉得我需要大家的帮忙。然后如果大家你们的家附近，或者是你们有懂哪里一站的地铁站附近或者捷运站附近有美食的，你们推荐我一下，好，那么我看一下他的建议，那么接下来我就懂去哪里拍，可能也可以帮你们家附近好吃的那些档主啊、店主啊、安弟安哥推荐一下、分享一下，也希望可以帮到他们。好，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分享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